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的访欧的这个行程，最后一站来到了匈牙利哦。看到匈牙利的这个领导人哦，也是热烈的欢迎他，并且我们看到习近平自己讲哦，他说中国投资的首选就在匈牙利。包括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的项目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了两国将会起航驶入一段黄金航道哦，什么意思？因为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的工厂哦，都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匈牙利这边都盖了起来。还有比亚迪去年年底也宣布会在这个塞格德南郡哦，也在匈牙利这个地方建造第一家欧洲工厂，所以在商业上面的合作，两国的确是非常的紧密。而另外，匈牙利的总统也说，希望可以继续合作，然后呢，在文化上面也要紧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接续，包括匈中双语学校哦，匈牙利跟中国的双语学校，还有孔子学院，还要持续的办下去。而另外呢，在匈牙利这里呢，民众到底怎么看哦？这个是随机的哦。包括我们看到布达佩斯的居民就讲说，很好啊，因为中国人带来很多钱，有钱哦，有发展。那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如果他不是很关心包括意识形态或是政治，那当然多多益善了哦。可是有赞成的就有反对的。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匈牙利的行程当中，有很多年轻人或是学生。穿着小熊维尼的衣服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他们就穿着小熊维尼的衣服，或者是扮这个小熊维尼的这样人偶，某种程度啊也是有一个嘲讽的意味。也有人拿出我们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哦，提醒习近平啊，还有另外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存在的这样的事实哦，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台湾比较友好的一些民众哦，像这样子的抗议哦，其实算是一个蛮温和的抗议了哦，因为没有什么肢体的冲突。而另外我们看到塞尔维亚是上一站习近平访问的地点国家哦，他在专机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塞尔维亚的空军战机也升空护航，这是习近平在欧洲访问的一个行程。而另外呢，这个包括跟他友好的这个武契奇，还赠送了天坛和圣塞瓦教堂造型的钢制工艺品。它标志着是中国其实跟这个塞尔维亚这边也有一些钢铁方面的一些交流，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核钢集团在这里有签约，还有拯救了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钢铁厂已经经营不善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方方面面的合作，那当然中国大陆是希望在欧盟这里找到自己的突破点，还有友好的点。可是整个欧盟恐怕这个意见都不是完完全全的相同。像是塞尔维亚，你看到武契奇跟这个习近平其实握手，然后有签订一些所谓的这个协议啊。我们看到这个武契奇甚至喊出台湾归中国，那当然对我们是不友善的哦。可是因为习近平去访问他嘛，他为了要表达他对习近平的支持哦，所以他喊出这样子的话哦。那我们看到武契奇进一步讲，他说习近平作为强权国家领袖，在全球都会受到尊崇哦。可是唯独在我们塞尔维亚获得的亲仰与爱，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那也有人觉得非常肉麻那当然必须讲因为这个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里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也非常需要中国大陆对它，包括在金钱、在资源、在“一带一路”各个方方面面的支持。那另外呢，其他的欧洲强权看在眼里，当然有人觉得非常不以为然觉得你塞尔维亚有一点献媚取悦习近平他们就在旁边冷眼的观察。这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法国总部主席就讲了，他说欧洲主要的大国都不信任的观察这样的插旗行为，因为某种程度中国包括习近平到了塞尔维亚，到了匈牙利，某种程度是要突围这是一种插旗的行为。他们质疑中国一直在尝试对欧洲分而治之在分化或者是在施展它的影响力。而另外呢，当然这个欧洲大的国家，他第一个访问的是法国，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可是另外一个大国就是德国。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因为德国现在他的这个其他的反对党其实这个互相的牵制的非常严重。可是他的交通部部长维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反对欧盟对中国车加关税。
因为我不想要封锁市场，他们认为应该是自由开放的自由经济嘛。维新讲了，我们想要参与竞争，这对于像德国这样子严重依赖全球贸易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全球贸易就是公平竞争，公平贸易哦，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众声喧哗。来请教永明老师，你知道，大概在这个时间点呢，全球的局势，特别在欧洲，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叫做后拜登时代，因为大家不知道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会是谁当选，事实上，川普当选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后拜登时代，它代表的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已经到了末期，以后会有改变。改变什么不知道。而拜登现在开始到选举前的一切都是为了选举考量，大家也要看得懂。同时，也是一个后俄乌战争时代，就俄乌战争要到尾声了，怎么结束不知道。好，大家都在准备。这个时候，欧洲的国家，我们还看到一些媒体在那边就引述一些政治人物放风凉话，根本搞不清楚，也都是少数。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多极的格局已经出来了。而中国在美国从2018到现在，整个制裁管制的情况之下，根本完全突围。美国现在更进一步加大要制裁，效果有限。你看，德国的外交部长、交通部长，所有的车企，宝马、大众都说不可以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因为根本它已经跟全世界、跟欧洲的车企结合为一了。你制裁它，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在东欧的这2个国家，匈牙利跟塞尔维亚，我觉得很特殊。你要知道，这2个国家在欧盟当中啊，他觉得这2个国家是搅局者，怎么每次都跟我们美国主导的这个唱反调呢？但这2个国家真正的站在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匈牙利有邻接7个国家，包含乌克兰。塞尔维亚曾经在1999年5月8号的时候，北约的美国的轰炸机炸了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叫58事件，死了3个工作人员在那边。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知道真相。所以塞尔维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关系，跟中国大陆最铁的，所以他们现在签了中塞之间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协议。可是跟就是匈牙利呢？匈牙利在2年前的选举的时候，现在的这个党，欧尔班的这个党赢了2/3多的席次，就人民都支持他，站在自己国家利益。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其实是北约东扩造成俄乌之间的兄弟斗争，然后呢，两边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维持个平衡，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抗的这个整个就是西方对他的压力。事实上，在选举当中有多少这些外国的势力介入？结果呢，最后反对党只得了56席，而这个执政党得了135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习近平去，也就是说对这2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后俄乌战争呢，也就是说俄乌战争要结束了，东欧国家自己都知道，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经济还要搞吗？美国能够这样子帮助我们吗？谁能够来帮我们恢复经济？中欧班列、一带一路，事实上这个时候，匈牙利、塞尔维亚还起了一个示范作用。你要从这个角度看，从塞尔维亚、从匈牙利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看得比较深刻的一面。是来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呢？现在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欧洲跟中国大陆关系，我们可以看，尤其这一次前面的法国，中间的塞尔维亚，后面的这个匈牙利。现在塞尔维亚就是变成塞铁，匈牙利变成匈铁，因为都是讲铁杆兄弟了，就跟那个巴基斯坦一样，变成巴铁，大家都叫巴铁哦。什么叫巴铁？不是讲铁路的铁啊，变成就是铁杆兄弟变成这样。现在又多了2个兄弟，一个是塞铁，一个匈铁，变成这个状况。那我们知道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地缘政治。他们知道跟中国大陆合作的好处会比较多。我们知道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在欧洲来还属于东欧，算属于边陲。那这个状况的话，那这个跟这些国家比起来，东欧还有这些西欧、北欧这些国家比起来，竞争性大。那跟中国大陆在一起，变成互补性强。你要跟他们经济都已经起来了，有没有帮助塞尔维亚？有没有帮助匈牙利？很少。
但是中国大陆一进来，我帮你盖高铁，帮你盖铁路，帮你做挹注一些这些相关的建设的经费，所以“一带一路”就过去是这个样。你看这次习近平到塞尔维亚到那个塞尔维亚，他拿最好的战机做我们护驾。米格29是塞尔维亚目前最好的战机了，护驾护航是这样的空中伴飞，就是护驾。我们叫伴飞的话，就是比较那个等而其次的，所以是护驾。驾。护驾是比较高档的战斗机起来，你看到没有？因为它的专机起飞有战机在旁边，左边右边让你看到，哎呦这边也有，另外一边看又有这个米格29。左右护法，哎，左右类似这个样子。我把我的国家最好的战机起来，升空护航，变成这个样，然后迎接它落地。那走的时候也是一样，战机护送离开。就这样就变成高调了，是很高档，就是说非常对你高调，哎，非常的尊重。不然我派我们战机干嘛？你自己落自己起飞就好了，自己落就好了，还有什么？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要战机迎跟送？公迎公送，他那个意思是这个样，高调就是你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这些。那我们就按照地缘卡来看的话。就是因为这些北欧国家、西欧这些国家都是先进工业开发国家，不管是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英国也好，这些都是高度开发国家。有没有帮助这些匈牙利、塞尔维亚？没有，对不对？当初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个南斯拉夫的那个还是他们在这塞尔维亚这边打嘞，他们当然都有一些战争上的这方面的阴影在那个地方，对，是这个样。所以他们知道了，既然竞争性大，跟中国大陆是互补性大。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就是全面还加个全天候嘞，全天候就是24小时，24小时，对，加个全天候，讲全面战略伙伴就好，还加个全天候。那 7-Eleven， 对，好像很对，就是好像我们都是从头到尾啊，从白天到晚上都是这样，从晚上到白天，全天我们都是变成这个状况。然后呢，我们知道按照这样走的话，不管是这个塞铁，就是塞尔维亚跟匈牙利啊，将来变成了我们讲到了就是变成中国热会起来。那中国热的话。中国大陆很简单，从这个地方一点突破，由乡村包围城市，地缘战略就是在东欧地方，先在东欧地方先插旗立足，然后再往西推进扩散，是这个样子。一带一路它有一个指标的由东向西，它有一个战略轴向过去的，所以很清楚。那为什么这样子去拜访这两个？原来是这样子啊。那这样的话，乡村城市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次这个把这个两个当做欧洲外交。还有经济扩展的桥头堡。是，来玉珍委员怎么看呢？你看美国这个泱泱大国啊，记得在大概10几年前嘛，或者我们在念书的那个时候，美国都说哇，世界上这个要自由贸易啊，要打破这些什么关税壁垒啊，以前不是 GATT 后来什么 WTO 吗？是美国各国这个就是要自由贸易往来、开放市场，这个经济应该是这样子。现在呢，美国开始鼓吹说，这个我们要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征100%关税。这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完全真的就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哦。现在因为大陆的这个电动车这些技术很进步，然后这个整个制造的成本整个都突破了很多限制，所以可以用好的，而且是物美价廉来供应给全世界，然后美国就开始筑高墙，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也是真的没有，当然有了他的中心思想，我本来要说他没中心思想，但我觉得有了，以他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但是。这个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就不要满口那么好听的话语，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这个，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个跟大家在一起是为了同盟民主事实上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为考量。如果下去看起来川普可能会当选的话，他也是说付钱啊，付保护费嘛，是讲白的就是你要付保护费，他来保护你嘛。你看欧洲这个国家就比较务实，而且你看他说我们想参与竞争。大家都知道德国了德国呢，世界上很多名车好车都是德国制的，都是这个德国的德意志民族啊，人家就是有实力，就是不怕竞争。他说，因为他们想说，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相对的国家筑起贸易壁垒，那个国家会对我们筑起相对的贸易壁垒嘛，贸易当然就是这样子。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变化实在是很大了这个还是当然是站在他自己国家利益为考量，所以呢。我们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做任何考虑，其实也不要单靠着某一边，
还是要站在我们自己立场，是站在我们国家的立场，不要太意识形态，对然后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主，这才不要是完全上道附在别人的尾巴上面，是反而不好。这个才是上之策哦。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有一个这个波音公司啊，对最近我们其实也常常提到的，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它最近的事故接二连三。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的画面哦，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塞内加尔啊，5月9号哦，那叫做 Transair 的喷射客机哦，这是当地的一个这个飞行器哦，这他们的航空公司哦，客机起飞失败，冲出跑道之后，那并且现在看起来是严重失火，机身严重受损。那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可是因为又是波音的飞机，大家当然有点觉得害怕。土耳其也一样哦，波音737的前轮爆胎哦，190个人逃了死劫，虽然是不幸中的大事，可是又添上了一笔负面的一个记录。而另外联邦快递的波音767货机一样，也在土耳其，它的你看它的 gear， 它的这个鼻轮着地哦，所以就是很奇怪哦，大家就想说奇怪，波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它的飞安、它的监测、它的包括它在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伪造呢？现在美国的 FAA 也介入调查了哦，我们看到呢，它需要把一些制造的记录给调出来，那让大家更怀疑的时候。的事情是，过去有好几个吹哨人哦，就是内部的人出来说，哎，有问题，可是有人哦吹哨到一半，有的就突然失去了性命，有人轻生，有人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哦，所以呢，后来有多了10几个吹哨人，也举发了波音公司的品质问题。另外，波音不是也有参与一些太空计划嘛？美国的太空计划，那它的星际飞机。载人首飞的星际飞机现在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要 delay 到5月17号才发射。其实它过去已经有3度失败了，包括2019年、2021年、2023年都有一些工程重大的延误跟一些瑕疵的设计。另外呢，同时刚刚玉珍委员讲到，美国筑起高墙，我们看到雷蒙多他们的商务部长。现在开始暗示未来要禁止启动启动中国的互联网的汽车的国安风险审查对于他们的电动车设下了非常多的关卡，那可能未来在美国也不能卖这样子的车子。那彭博新闻的一个报道是说，美国最快下个礼拜会公布对中国电动车等产业征收新的关税。到底要 charge 多少新的关税？他们现在还在考虑。那目标包括我刚刚讲的电动车，还有电池，还有太阳能设备等产业哦。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看起来不但没有放缓，而且还更加的前置更加的紧密。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因为美债这个是老问题了美国的这个负债非常的大。那现在每分钟他们在印钞票的速度越来越快，每分钟要印200万美元所以彭博社是说，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印钞印钞票的速度超级快的，每1分钟印了200美元就是印钞票大概是6452万台币真的是吓死人了。所以中国大陆是不是有因应的措施呢？地缘政治紧张，还有经济危机，所以中国官方现在跟民间一起掀起了抢购的黄金潮大家都在买黄金。截至今年到4月，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而一般民间的中国消费者也转向收购黄金以及购买以黄金交易的中国基金。他们是在避险吗？那另外我们看到日经这个报道，他说中国数据暗示黄金神秘买家身份有多神秘呢？他说是一群意想不到的买家，中国散户投资者来到了，所以金价最近飙升到创纪录的高位，这意味着什么？来，尤明老师。我觉得其实美元现在，当然第一个被这个 QE 就不断的印钞，升息，再加上财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发债，它现在国债已经来到35兆美元之高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应该来说这个货币应该不是这么强，但是事实上它在市场上非常强，那这个强，你又看另外。
那如果当美元强的时候，黄金应该弱啊，对不对？其他的避险的东西应该会跑到美国这边来啊，结果不是，黄金、大宗物资都在涨，人民币也没有弱，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情况，美元是不是某种程度是过去从08年的这个危机，这个经济危机之后呢，美国刻意的金融跟财政政策，也就是大量印钞，升息，然后呢发债，基本上其实在收割全世界的资金。日本到现在为止最严重就是如此。对，所以当美国的这个信心开始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国家开始就不用美元做交易了，中俄这个俄罗斯跟印度，甚至中国跟伊朗。那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要到日本去，那有个说法说是不是这个卖给日本的石油要开始不用美元？我是觉得不至于，因为美国不会答应。是，但开始他现在讨论到这种问题，石油美元可能会消失了，会减少，那这个东西对美元持续的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大家现在都在避险。那因此呢，雷蒙多已经讲得很清楚，大家现在开始记录一句话：小院高墙没了，以后是大院高墙，越筑越大。我们中国话叫高墙大院，对不对？对，但是呢，这个小大院高墙，也就是说，它现在过去只是针对少部分的这个半导体先进制程，现在完全连成熟制程、AI、电动车、电池、关键的矿产，所有这个东西它都要包含在这个里面。雷蒙多在接受访问说，他每天晚上睡不着，他说很担心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所以中国大陆做太多、太好、太便宜的成熟制成的芯片，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然后呢，他就说，被问到如果台积电被中国这个掌控，那对美国经济是影响，他说毁灭性的影响。你真的要听得懂他的这个意思。他说如果被掌控，那如果你就可以底下随便你做文章了。但是他的重点是，因为他之前他去那个是叫做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给台积电多少？66亿，再加50亿的这个贷款，大概是给 Intel 的一半，但这两个占绝大部分。那关键是台积电这个3个厂承诺要做2奈米、3奈米的都在哪里？都在一个关键摇摆州，也就是这个 Arizona 州。所以他现在前2天拜登不是在 Wisconsin 州吗？骂鸿海，骂郭台铭，骂郭台铭，他其实是在求就是这个川普。但是呢，雷蒙多其实在讲台积电的时候呢，是在针对 Arizona 州。都是为选举，是选举考量，而且变成大院高墙了。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知道将军是非官哦，所以将军能不能谈谈波音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最近这么多意外，那波音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你看几个它的里面，我们所说的他把那个里面内情讲出来，后来都他也签了这个不自杀声明啊，后来都意外身亡。那原因是什么还不知道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他就是接二连三这些飞安事件，就是机温。那有机温的话，这旅客看了就会跑掉嘞，因为一架飞机载了这个200个人呢，那200个人万一出了事还得了？那所以他的这个其他的航空公司看要不要去买波音？买波音的话，大家那个旅客会跑掉哦。旅客如果不跑掉的话，旅客要去机场那边去买保险啊。一看啊是波音的嘞，他一看要坐波音飞机，他心会怕，赶快去加买保险。对整个的航空事业的市场来看，那波音的这个整个市场的销售量一定会下降。大家因为所有的航空公司都知道，一定要以飞安为标准，飞安是高标准，在飞空中啊出任何问题的话，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那开玩笑，那几百个人在上面呢，那还得了？如果一下出事的话，一赔的话，那航空公司会倒闭耶。台湾也有发生这个状况啊，因为出了飞安事件，航空公司关门了，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波音一直接二连三，这只2件的，它这个接二连三，那以前的还那么多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认为波音它这个品质，飞安的品质，尤其是它查核，就是我们讲到的
评检官他的评检，你最后要出场，你要评检官要盖章，要签证，那你在这方面可能放水。你看刚才那一架那个波音那个落地的时候，它别人放不出来，对，别人放不出来，主动系统放不出来，它有备用系统，备用系统是人工棒把它液压。人工棒慢慢它一压就出来，因为它还有个重力，因为你重量嘛，地心引力慢慢再加上人工棒还会出来。这个两个都没有了，就知道了，机械卡死。你看它落地的时候，它落得蛮好，但是没有办法，你没有鼻轮呐，所以你看一路都是火刮。所以这个 Captain 的技术不错，落得不错，因为它在空中有放油，第二个在空中有耗油，对，要把飞机降到最轻，然后落地的进场的速度要越小越好，因为你已经没有鼻轮了，然后继续带到最后面已经没有速度了。鼻轮还是重，它还是下来。它一路磨到，看它雷达罩都磨掉了。你看它的后面的火光，后来它一落完之后，那后面的那个消防车立过去嘛，马上喷消防泡沫，要不然一烧起来还得了。你看它一直冒火光，那如果油多的话，会造成整个火烧起来，那人还来不及跑嘞。还有乘客一放那个。我们知道逃生梯的时候就跳下来，不要跳，那个飞机很高的2层楼跳下去，那有时候腿会摔断，骨头会摔断的，没那么简单。能够走那个滑梯，逃生滑梯就走逃生滑梯，不要跳机，因为跳机的话，那个骨头那个脚一摔断了，你想跑回来没办法跑，骨头断了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状况，就是说，那波音公司没有，那大家有竞争性啊，大家会看空中巴士去了。是，那中国大陆 C919也出来了，因为整个航空市场会转向，一转向之后，那波音以后还没这个市场，由龙头的地位转而老二的地位，都有这方面的可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问玉珍委员怎么看？我看到这个事件，实际上我是非常愤怒的。因为这个当然波音这个吹哨者之前就已经出来了，已经在后来2个不明原因过世嘛，对，然后还有人继续吹哨。那但是我们跟波音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没有很久以前了，还记得吗？2022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参议员吧，就是葛礼汉嘛，他来这个拜访我们的蔡总统，对，拜会以后，然后后来外交部发了一个新闻稿，中英文不一样，我印象非常深刻。对，中文就是没有说买什么飞机，但是英文里头就有说要买飞机。然后那个后来这个外交部还告，那好，联合报有报道，外交部还跑去告联合报，说你们报道不实，类似你们假新闻，对，类似这样子，就告联合报。结果呢，隔年。但是那个外交部的英文的那个稿有说有提出，那个参议员有提出来。然后呢，他以为台湾人都不会看英文，对吧？都觉得我们看不懂英文嘛。然后隔年的这个2023年的5月10号，我们黄谢董事长就到这个巴黎这个航空展去签约啦，是买了总共16加8 24架。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钱子，大家好；以及立法委员陈玉珍，先好，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呢，现在两岸问题，北京的动作越来越大。先来看看我们前线的金门。昨天的下午，我们看到有5艘的中国大陆海警船，以及7艘的公务船，他们是编队航行到我们金门的禁限制水域。这个是5月以来第4次的编队哦。那也是第1次，我们看到海警船对岸的跟公务船同时航行进来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白话讲，把我们团团围住哦。我们的海巡署呢，呼吁说，你们这是不理性的行为，你们要离开，而且我们全程来监控你，要把你驱离。可是这样子的侵扰哦，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烦不胜烦。我们有没有更积极的作为可以来反制呢？而另外，我们看到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最近有一席话，大家来听听看。因为对岸不是在国民党率团访问之后，有限度的开放对岸的观光客到马祖去吗？大家记得吗？福建人可以来我们的马祖离岛观光，可是没有金门嘛那一般认为就是金门事件之后，因为很多的真相没有厘清所以被卡关了。那詹宏志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对岸要求公布事实的真相，可是
正常的逻辑，有真相才可以去追究谁是谁非，才有道歉的问题。所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其实我看好久，我看不懂哦。詹副主委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是说没有真相吗？还是怎样？那另外他还提出一个，他说对岸北京当局你要给交代，什么交代？他说你没有开放金门这件事情他认为北京你要交代因为陆客过去大家知道常常到金门来观光在2019年的时候到金门对岸的游客到金门可以有3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可是到马祖相对很少，6500所以他就问了北京，为什么你开放这个马祖不开放金门？你要给交代所以这个就是詹志宏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他提出来的2个大哉问。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前线金门跟马祖跟对岸有时候的确因为交流比较多，民间的交往也比较频繁，那对岸一直祭出一些所谓的利多也好，统战的手法也罢像是最近最新的是连江县府代办福马同城通就是我们的前线的连江县的政府说你民众如果想要办这个卡叫福马同城通，我可以代办。陆委会说这不行，这是违反了两岸条例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是什么东西呢？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卡片是长这样在这里有点像是我们的捷运的悠游卡这样子。那这是从对岸5月6号开始就做的一项政策，它是向马祖的民众开放的就说你办了这个卡之后，你到对岸去可以有福州的公共汽车还有住宿优惠还有台胞免租房子女入学等等便利。那当然，其实它就是一个统战它就是对岸寄出的一些优惠的手段。那有一些民众，他可能刚好在对岸，他的小孩在读书或者他有一些需要过去做一些什么样房有投资他就觉得办这张卡没办他就去办了嘛。那现在陆委会说不行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连江县议员就为他当地的这些民众发声，他说其实对岸在3月就讲了啦。那个政府，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县政府、地方政府觉得可行，所以才推广嘛。那现在你又临时给我喊卡民众其实很难为，也很为难我们来看看这个另外呢，统战这件事情，那对岸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各自这中间还有没有哪一些这个可能是陷阱呢？我们看到立法委员就有提到说这个危险处在于你办了这个卡，你的个资会落入对方的手中，这是林楚英委员说的这个背后有很大的国安问题。可是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不许百姓点灯那你一般州官就不要放火。像是我们看到赵天麟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搂着小三到处去约会，搭摩天轮，亲亲抱抱，这个有没有国安疑虑？你能不能够给人民一些交代呢？另外对岸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举措，包括他们有新的国安法，所以我们的陆委会也提醒大家说以后如果你要去这个中国大陆，不管旅游或读书都要小心，因为在公共场所的穿着、佩戴饰品，还有制作、传播、散播物品如果对岸认为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你就有可能会违反他们的中国国安法令，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是我们看到陆委会给我们的提醒。而另外520赖清德总统就要就任了，赖清德在今天录影其实是昨天下午，他用录影的方式为日华议员恳谈会致辞，他讲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认为台日之间非常紧密仿佛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将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番话有人听了觉得有点鸡皮疙瘩你有问过日本吗？日本要跟我们变成生命共同体吗？好像也不见得人家就愿意那我们看到包括立法委员陈冠廷讲啦，他说这一次的520就职，日方会派很多包括30多位议员来观礼，是历来最大这就是生死与共、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他帮赖清德做解释。可是我们看看国际是很现实的啦，观众朋友不要自欺欺人的啦。你看美国他撤军阿富汗，还有越战美军
军撤军越南，哪里在生死与共？我们自己还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比较好吧？而另外乌克兰现在战事打到哪里了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讯息是他们祭出了这个囚犯从军换甲式。可能已经很多的这个民众在前线这个作战可能已经阵亡了，所以在一些包括监狱里面的一些囚犯，如果你自愿从军你可以离开监狱到前线去打仗我们看到包括乌克兰有一些男子壮丁，他不想打仗，还男扮女装这个想要逃兵，结果被逮到了，假扮成自己的妹妹。好，我们看到作战这件事，当然战争我们不想要看到。那普京最近在俄罗斯的红场大阅兵，普京还把乌俄战争比喻是中国抗日。那另外呢，跟我们有很多千丝万缕关系的新加坡，尽管没有邦交，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家。他的新任的总理黄循才即将要就任了。最近他接受了《经济学人》的访问，提到2点。第一点是台湾跟乌克兰不同，因为记者有问他嘛，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你会制裁中国吗？他说台湾跟乌克兰不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美国的小院高墙不断变大，会伤及世界，什么意思？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有一些科技战嘛，他认为如果出口限制再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小院高墙这个院子筑得越来越大，未来可能我们的世界是技术分叉，会有2种不同的一种这个科技的体制，会对世界带来伤害。来，我们先请教玉珍委员怎么看我们前线的问题。好。我觉得像刚刚这么多这个报道来看，实际上看得出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党的心理就非常的仇中，非常的亲日。我举这个福马同城卡这个事情来当例子好了。这个卡事实上大概就是像那种悠游卡这种交通卡，就是让这个比较偏向民生的，就是让马祖居民，实际上本来今夏也有在谈这个，就是马祖的居民到大陆去，如果要坐公交车什么各方面就是比较方便。我们试想，如果今天我们比如说日本的大阪好了，说要跟台北办一个卡，或者东京随便哪一个城市要跟台北办一个卡，说那大家以后到那个东京去旅游的时候，坐他们的公交车就是各方面比较容易的时候来，然后他们来这边请我们的台北市政府说帮忙办这个卡，台湾的政府会不会反对？不会，一定不会说哇，带来多少的便利啊？对，所以这个说这个卡不好。就是因为你打从心里就是仇中的思想，你就觉得说大陆我们就是不应该一直跟大陆融合，一直靠在一起，我们就是应该跟日本一直亲近，一直靠在一起，是从心里就是这样子想。我们说现在大家台积电不是到这个熊本去设厂嘛？大家说，熊本说来跟高雄办一个高雄熊本同城卡，就是说你们拿这张卡也可以在高雄这样那个坐车坐捷运去熊本也可以。就是如果你以后在台积电工作，你是员工，然后你也可以这样过去这样办，台湾的政府会说什么吗？很欢迎呐。对啊，所以我觉得根本他心里就是仇中的思想，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才会说你这个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违反点，反正就这样讲。他们事实上真的离岛人的那个生活太远，因为去大陆，比如说对金门来讲，去厦门就不是一个那么不平凡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像今天周休日，今天礼拜5了嘛，那可能很多人就是等一下下午就去大陆去那个厦门吃个晚餐，洗个脚，那可能隔天中午再吃个饭，对，隔天就回来，就好像是放假从台北市到新北市去逛街逛个永和那个乐华夜市这样逛个街，然后再回来，那个有点那种味道。原来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过一条桥嘛，就过一个坐个船这样子而已。是，就这种一日生活圈就是这样子嘛。那去那边买个东西嘛。买一些衣服买一些什么下面也比较热闹嘛，逛逛街，中山路去逛一下，这样。对基本来讲，那无关这个什么那些很多什么政治形态的，那有这个卡是比较方便，有些老人家，那大陆对这个年长的这个也是有一些优惠的，可能是不用钱或是很便宜2块还多少，反正非常非常优惠。那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到上升到这种什么意识形态政治，就是使台北这边人把很多事情搞成很政治。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就是心理上的这个想法不一样，也不了解当地民众的这种生活的情形，所以才会对这个小小的一张什么福马同城卡做这样的这个很政治化。他说各自会被窃取，这个就是更不了解。任何人如果要去大陆，一定要台胞证，
这个应该毫无疑问吧？对如果你没有台胞证，你进不了大陆吧？你要办台胞证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护照寄去，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要办寄去香港，对那你护照上面就会你的所有资料本来就会有，不会因为办这一张卡就会多什么资料，你知道吗？你本来要去。你要去办那个台胞证才能进入大陆的时候，你就要填很多资料。是那个资料，就像你去办很多签证的时候，你就要填很多其他国家的签，你就要填一些资料。那办这个卡的跟那些资料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对，身份证，你办台胞证本来就要给他也不会有更多的个资了对，就啦。本来你进去就会有这些资料哦。是这个，所以是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嘛。就本来这些个资本来你要进入大陆，本来就会，他们是本来就有了啦。说真的，也不所以玉用特别办这个卡。珍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啦，其实就是仇中，这是仇中心态亲日。然后那我们台湾但是其实是亲日的。对，那第二个讲到这个，又讲到金门这个金县治水，其实这个是蛮明显的，就是说哈，实际上很遗憾啊。我觉得我们金门真是我们金门人真的很委屈啊。就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渔民溺水，大陆渔民在金门发生这样事故。但是海巡也去执行他的任务嘛。但是这样子，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民党跟那个中国大陆到现在迟迟不肯继续协商，造成我们的陆客，我们陆客以前一年100万啊，那一半就都没有了嘛，就都没有。那我对我们的观光产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是，来有明老师这个赶快协商啊。是各位有明老师怎么看？就是我们跟日本上市，赖准总统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跟日本之间存在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日本人有这样想吗？太恶心了。他应该懂日文了哈。这个有事，在日文就战争，不是啊，今晚无赛季，不是我啊，对不起，我晚上有事，不是这个意思啦，是战争。安倍晋三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是一个政治口号。日本的前防卫省的这个官房这个长来台湾说，不可能。3个因素，第一个，日本的法律不可能，它叫自卫队，你有没有听懂？它是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它才会回应。也许在美日安保或西安保法之下，它有一点点那种解释的空间，很难。法律上其实不太允许两岸发生战争，日本自卫队跑来帮台湾打仗。第二个，那日本人民和平主义还是为主的，自卫队跑到海外打仗。从来没有办法去想象。第三个，你要打仗，你跟谁打？你跟解放军打，日本要跟解放军开战，你稍微用点常识嘛，不要那么自以为说台日友好，对不对？我对日本也很了解啊，他讲的生死与共 ，Oh my God， 生死恋一样，那个命运共同体，还你跟塞尔维亚签了命运共同体啊，是不是？你这个实在太恶心了。但我要讲，更恶心是那个詹志宏睁着眼睛说瞎话。人家中国大陆说要真相，他这个逻辑说，有真相才能去追究谁是谁非，才有进一步道歉。那你台湾的真相在哪里？那2个大陆的渔民的遗体还在我们金门呢，都要100日咯，要100日了。你自己将心比心，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还去问人家说，你为什么只有开放马祖，没有开放金门？玉珍委员，你很清楚嘛？这个詹志宏啊，拜托玉珍委员一下碰到他说，你脑袋清楚一点好不好？你自己民进党政府当初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到现在还真相未明，因为我也不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啊。人家现在反而把这个事情某种程度做一种搁置。只是用船舰来表达一种巡逻的一种态度，但是呢，我们17位立委到北京去带回来这个善意，马祖，尤其这个马祖，接下来还有就是整个福建居民到台湾来，是不是能够组团来台湾观光？这都是台湾现在老百姓希望的经济活水，对不对？结果呢，他为什么这么骂？那刚才玉珍委讲得清楚啊，他们都知道哪有什么限个资，他就是不愿意开放。马祖一开放，接下来就是这个平潭的护航，然后呢，这个福建就来台湾，两岸的交流完了，台独不要搞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在针对我们的17个立委带回来的这个正面的成就予以这个拦阻。是来。
严廷将军怎么看呢、包括你看到乌克兰现在征兵征到囚犯去了，这代表什么意义呢？那已经招到这些犯人去上战场，而且有的人男扮女装来装逃兵。他换叫乌克兰战场现在是弹尽人绝，快没人了嘛。你给他弹，你看现在美国也给他弹啊，他那个泽伦斯基有事没讲说缺弹啊，缺火炮，缺弹药啊，缺这些无人机啊，都是这样弹尽人绝。现在整个的状况对从5月9号的红场阅兵来看，我说整个状况是对乌克兰不利哦。因为现在俄罗斯的战力还很完整了，还很强壮哦，但是乌克兰确实已经不堪一击了。那现在大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人力太缺乏。你现在像这些逃兵能够上战场，他有没有士气？他有没有作战的技能？他有没有这些我们讲的作战的格斗的，或者在战场上的这种经验？可能完全没有。他实际这些犯人可能只是个小偷抢匪而已啊！你就要去面对俄罗斯的那些北极熊试试看，这些小偷抢匪。不堪一击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士气问题，士气没有士气了嘛。乌克兰整个战线是没有士气，大家能够躲就躲，能够逃就逃。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一个看不到未来。你看不到未来，那你会在那边会有士气，会有一种希望吗？没有希望，他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他没有办法，也不想加入军队。所以乌克兰看状况啊，这个战况还有战力。整个急转直下，那这个状况对大家来讲非常不好，士气低迷。我认为乌克兰只是大败跟中败的问题，他不可能小败，就是大败跟中败。我看了，当然就是大败了，因为整个要去收复失土，那反而越丢越多，完全讲话是背道而驰。我这个政治用语啦，我们讲都是政治用语，政治用语，没有很务实、很严肃去面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跟战争的真相没有，这是非常的可惜。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看这个就是刚才这个杨永明老师讲的，完全是政治的口号。这个切勿当真啊！你如果当真，那就完蛋了嘛。我们看几个指标，第一个，我们看了，我们派到日本去啊，做这个到日本的武官的，我是现阶的中校，现阶的上校，日本派到我们这边从来没有。退伍的人，然后派了那个自卫队派一个文官，也不是军人，没有现役军人，然后是文官。我们派他的没有对等嘛，我们派他是军官高阶的，他派的这边是个文官，然后军官从来不派，就知道人家把你看到二档，这个档次不对嘛，不对等嘛。第二个，日本的那么多的演习哈，那么多海上演习、夺岛演习、反夺岛演习。从来不要求我们台湾派个观察团，你这样说军事上合作，怎么合作？平常的时候你都不派我们这个把观察团派一个观察团，3个5个去看一下，学习，观摩，大家彼此都切磋一下嘛，就是这样的，也没有那么近，最近就是日本，你看与那国岛跟我们近，那不才99，才100公里而已嘛，那么近没有，这我认为都是骗人。另外一个，我认为啊，这个日本据台哈，总共50年，1895年到1945年，50年。这个各种的事件，我们知道，从那个乔巴年事件的雾社事件太多了。这些日本在台湾的屠杀，我认为要还原真相，要道歉，要赔偿，有没有做？从来没有做，杀那么多人，总共他们加起来总共63万台湾同胞，还包括原住民，杀得很惨。因为我一算，总共这种抗暴事件呢，10几个，一杀几千，一杀几千，总共加起来总共63万人，有没有道歉？有没有赔偿？有没有还原真相？没有。那我认为。这个好像诚意不够，那个完全是沦为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政治口号，这是可能只是虚晃一招、骗人的谎言而已。大家听听就好了。听听就好了。对。